为什么说人类难以到达火星？在太阳系中，除了地球，火星可以说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了。像 NASA 这样的国家航天机构，以及 SpaceX 这样的私人公司，早就开始规划将下一代宇航员送上这颗红色星球。但直到今天，没有一个人类成功踏上火星的表面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为什么去火星这么难。早在1960年代的太空竞赛时期， NASA 就完成了6次载人登月任务，共12名宇航员成功登上了月球。很多人觉得，现在去火星应该也不难了，毕竟人类50年前就多次登上了月球，现在的宇航员也常常在国际空间站待很久，看起来上太空已经很常见了。然而，即便是到了2025年，让第一批人类踏上火星依然是个遥远的梦想。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看，载人火星任务是人类航天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。最主要的难点是，地球和火星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，火星确实极其遥远。我们平时觉得太空旅行就是飞到太空转一圈，因为看到宇航员常常去空间站，但要知道，像国际空间站、俄罗斯的联盟号、中国的天宫空间站，它们其实都只是绕着地球转，高度大概只有几百公里。比如国际空间站也不过是离地表400公里左右，相当于从北京到济南的距离。这片区域属于近地轨道，英文叫 LEO， 而登月任务则是飞得更远了。月球距离地球平均是38万公里，大概是近地轨道的1000倍。当年阿波罗飞船去月球，差不多也要飞3天，但去火星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去火星不再是围绕地球飞行，而是要进入围绕太阳的轨道，这个距离远得难以想象。地球和火星之间的距离是变化的，距离最近点大约5500万公里，而且这种最近距离的时机每26个月才会出现一次，在其他时间，这个距离要远得多得多，比去月球远几十上百倍，是去国际空间站距离的100万倍。看到这个数字本身就知道其中有多大的困难，甚至无需深入探讨推进和轨道动力学。要更清楚地理解这难度，我们对比以下几次载人任务的数据。在1960年代，水星6号任务使用了一枚120吨重、约29米高的阿特拉斯火箭，仅将 1.2 吨的水星号太空舱送入约200公里的高度，这是一次只有1名宇航员持续约5小时的飞行。现在看看一次距离远约1000倍的登月任务，阿波罗17号它是最后一次载人登月任务，总重约50吨，它们由巨大的土星5号火箭发射升空，该火箭重约3000吨，高110米。这次任务持续了大约12天半，2名宇航员在月球表面着陆并停留了3天多，而第3名宇航员则在月球轨道上等待他们返回。2次任务对比就能凸显规模上的巨大差异，有效载荷质量从1到2吨跃升至50吨，火箭质量则从120吨跃升至3000吨，这就能看出飞行距离一增加，任务复杂度和资源需求就呈指数级增长。那去火星就更夸张了，比如有一项计划设想在2027年送6名宇航员去火星，来回加上在火星停留时间，总共需要911天，也就是2年半，而且他们必须在火星上停留很久，等到合适的窗口期再回地球，这样才能节省燃料。和登月任务相比，火星之旅将需要大约150倍的补给量，这不仅是因为成员数量翻倍，而且旅程时间也长了73倍，同时还需要更强的辐射防护，因为星际飞行时间要长得多，这就需要增加防护材料或特殊防护罩，从而增加了航天器的质量。而且这个问题仍未完全解决，科学家还担心设备在这么长时间内的磨损问题。如果任何设备出现故障，你无法像在国际空间站那样立即送去备件，一切都必须随船携带，这又增加了更多的重量。更大的问题是燃料，你得先加速飞向火星，到了那边再减速降落，过段时间还要再加速回来，再减速着陆，这可能意味着需要数百吨的燃料。一些科学家设想从火星地表下的矿物或气体中获取这种燃料，但尚未在真实操作中测试过任何开采或处理系统。在证明可行之前，唯一可靠的方法是从地球带去所有燃料，因此粗略估算，整个任务可能需要850到1250吨的推进剂。作为对比，国际空间站总重不过420吨，以前的航天飞机每次也只能运15到25吨货物。欧洲的阿利亚纳5号和俄罗斯的质子号火箭最多能送20吨进轨道， SpaceX 的星舰目标是能运200吨。然而，即使是最强大的火箭，也需要多次发射才能将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送入轨道，可能需要多次飞行来部署推进模块、补给品、生活舱和货运飞船。只有在轨道上组装好一切后，载人飞船才能起航。别忘了，整个阿波罗登月计划，土星5号火箭也不过发射了9次而已，它最多可运送约120吨到近地轨道，或50吨到月球轨道。而即使 NASA 新一代的 SLS 火箭性能再强，也需要多次发射才能完成一次火星任务。还有一个大问题是，人类无法适应长期失重状态，在微重力环境中生活约539天，就会对人体产生深远影响。我们还没有像科幻电影中那样拥有大型旋转圆柱体，
通过旋转来模拟重力的飞船，这意味着机组人员几乎所有时间都将在失重状态下度过。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正常走路工作，更别说在重力只有地球1/3的火星上行动。此外，心理压力也非常巨大。在狭小的空间里，高压环境下，由于通信延迟，无法与地球上的家人朋友进行实时交流。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2年半是非常漫长的，即使以光速传播，无线电信息来回也需要大约8分钟，根本无法实时通话。等他们真的到火星了，宇航员仍需应对严酷的环境，他们需要整天待在加压舱里，空间甚至比飞船还小，且外面是极寒、高辐射、无空气的恶劣环境。当然，也有人乐观地认为，其实我们现在的技术已经足够了，只是缺钱、缺决心。但从科学角度看，技术、健康、安全等问题仍然很多。即便如此，如果有坚定的意志、足够的资金和周密的计划，我们确实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实现载人登陆火星。NASA 的目标是本世纪内送人上火星，而像马斯克这样的技术理想主义者，甚至希望在这个10年结束前就能让人类登上火星。不知道你怎么看？人类真的能在不久的将来去火星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这里是老胡探秘社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